我的邻居啊，终于把30套房子全部卖掉了，只留了1套，然后现在打算开始养老了。30套房子呢，是他早些年呢家里面呢帮他付首付买的，后来呢他自己特别有能力啊，在我们这边呢也算一个名气担当的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吧。然后是我们隔壁邻居的王姐，我们尊敬的话可以叫她王阿姨，一般呢她不喜欢叫阿姨，喜欢叫姐。虽然她跟我年龄差20岁呢，但有一次啊我们在楼下聊天的时候听她给我说的这样一番话，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啊！真的我感觉她活通透了。30套房子呢换了1500万那个资产，每一套房子大概是在50-60万，因为当初那个房子属于公寓房，当初呢也出租了，但是现在你知道，不光房子不好卖了，房子更难出租了，主要还是很多人呢都回流到2、3、4线城市，回到自己老家。你包括像广东啊、上海啊、深圳啊那么大的城市啊，很多人都回流了。包括我有一个朋友啊，在广州那边开服装加工厂的，以前呢在广州那边给最便宜的铺子租啊，主要是那边现在工人也不愿意过去了，工人变少了，人口出生也比较少了，所以的话那个位置啊就招不到那么多工人了，就回到老家去创业去发展了。现在可能都流行这个趋势吧，就是以前是从农村的蜂拥而至的涌到城市，但现在好像都是从城市里面往那个乡村里面、农村去回流，反而在农村赚到钱呢，成本低、收入低，就是收入高。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老家一个月拿4000块钱，但是不用交房租，吃的喝的地里面可以种，所以说能存住钱。在比如说大城市里面，房租很贵，公交出行很贵，对不对？然后呢，他在这边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我们就住在这里嘛，留了一套房子在这里，主要是这边的环境好嘛，所以就留了一套。他跟我说1500万的现金，你不管他是贱卖的还是赚了钱卖的，这个我们不用问的话就不礼貌，应该是赚了钱的呀。因为那早些年的时候啊，房子真的是如葱啊，那个时候价格和现在价格比的话，再怎么样也不会低于他那个时候买的价格，那个时候入手真的是很便宜，相当于有一个7、8倍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翻倍了吧。然后现在呢，他跟我说准备把房子都卖了，留一套房子以后养老呢，或者是留给自己家里人，反正就是说以后留着用嘛。他现在开始准备云游四海，准备提前退休，下一站准备就去那个贵州去避暑，然后说在那边山上面租一个那个别墅就是那种老宅子到里面自己请一个保姆过来烧火做饭，然后平时帮他洗衣服、铺床垫。然后他说专门给那个保姆的话，一个月开1万块钱一个月，然后吃的话呢，花的话也不用花钱，而且呢，保姆家里有人的话，比如说小孩也可以跟着带着，而且可以包他的家里人的一日三餐。然后他说1500万留了200万在手上，平时的话就随时用，1300万存银行。根据银行每年的利息的话，现在差不多他这么大的存款的话，银行一般只能就是说正常的话是只能给到1点几，但他呢是可以拿到3点多，等于说他1000万的一个存款，一年能拿30万的一个利息。30万利息的话，他如果给了个工资的话，12万还有18万可以吃饭。然后那边的租房子很便宜的，只要2万块钱一年，等于说的话，加上平时的给那个保姆的绩效奖金15万，自己吃喝的话也花不了15万。他说以后呢，打算就这样去生活，而且他还买了基金那种什么之类的，大存单，利率的话可以达到4点多，一年的话差不多能多个10几万的利息。他说以后再也不打死也不买房了，以后就这样子准备这样生活。我也不用担心以后这个位置过腻了，我就换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今天在贵州，到时候云南凉快了我就去云南，广西凉快我就去广西。比如说八达岭那边、大兴安岭那边凉快了我就去大兴安岭。然后比如说像海南凉快了我就去海南，一个月的房租1万加3万块钱的成本，一年的利息我就有差不多36万，我每年还能存个5、6万。光吃银行利息，我这一辈子不用买房，也不用买车，也不用给自己后代留钱。反正我感觉他这一路下来真的是活通透了，活明白了。人生难得几回糊涂嘛，难得糊涂，难得糊涂。有人说他是老糊涂了，有人说他是活通透了，你们觉得他是老糊涂还是活通透了？反正我还是蛮欣赏他的，因为毕竟这么多房子的话，管理也管理不过来。放到银行的话，毕竟有利息，
你平时租的话，年纪大了也没办法去每个收租。所以说你别羡慕广东那边穿人字拖的，一大串钥匙的，每天去收租子。你想一下，万一这一户忘记收了，那户忘记收了，其实心里面也过意不去的，其实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因为毕竟该你赚的钱没赚到，你知道吗？经常广州出现这样的事，就房东呢把租户租了之后，有时候忘记去收房租了，以为这个房子一直空着在，结果让别人白白住了1、2年。所以还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没有儿孙我享福啊，他是活通透了，他是活明白了。